多地遭受暴雨洪水灾害，多地的水位甚至已经超过98年洪灾时的水位，创造了多个史上之最。湖北3大湖泊水位创历史新高，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也是水位暴涨，一堤之间泾渭分明。新安江水库水位也是创历史新高，第一次进行了9孔泄洪。9孔泄洪的泄洪量据说半个小时就能填满一个西湖。今天鸡哥就来跟大家聊一聊，为何中国的洪水特别多，危害又特别大。我们先从自然原因看，首先，我国属于季风性气候，年降水量大，夏季降水多且多暴雨，尤其是南方地区，6到8月份都是雨季，季风影响时间长，降水强度大，比较容易造成洪涝灾害。第二就是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从2019年11月开始，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在接下来的5个月中，尼诺 3.4 指数平均滑动值都在 0.5 度左右。根据厄尔尼诺、拉尼娜事件的国家判定标准，已正式形成一次厄尔尼诺事件。那么厄尔尼诺现象是什么呢？又与我国的洪水有什么关系呢？厄尔尼诺平均每2到7年就会发生一次，是赤道东太平洋海水异常升温的一种气候现象。由于厄尔尼诺现象的出现，全球气候模式将遭到破坏，导致某些地区出现暴雨、干旱、洪涝等极端天气。对于我国而言，厄尔尼诺使我国沿海登陆的台风减少，北方易出现高温干旱，南方易出现暴雨洪涝。我们印象中比较熟悉的98年特大洪水，就是由于97年5月发生延续到98年6月的超长厄尔尼诺现象导致的。而2020年又是一个超级厄尔尼诺年，南方降雨天气集中且发生频率大大提高，导致了洪水事故频发。第三就是全球变暖，气温升高带来的热能会提供给空气和海洋巨大的动能，从而形成大型甚至超大型台风、飓风，也会带来大量的降雨。海平面升高导致水域面积增大，水分蒸发变多，雨季延长，水灾也就变得越来越频繁，极端天气出现得更频繁。最后就是长江流域支流，湖泊多，流经区域广泛。今年我国7、8月份的强降水天气多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受强降水天气的影响，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水位迅速上涨，长江流域面积有180万平方公里，流域面积1万平方公里以上的支流有49条。长江支流多、湖泊多的特点也导致强降水、水位上涨的情况下，会有河流和湖泊无法容纳过多的降水，漫出河道。以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为例，鄱阳湖是江西的聚水盆，江西境内5大河流流经鄱阳湖聚集后进入长江。入汛以来，长江上游支流的洪水和本地洪水均汇聚在地理位置较低的鄱阳湖，使得鄱阳湖难堪重负，水位持续上涨，难以泄洪。按道理，鄱阳湖的水走湖口汇入长江，但长江中上游受强降雨，长江的水量有倒灌鄱阳湖的可能。在强降雨下，6条支流持续汇入鄱阳湖，鄱阳湖水只能往外肆溢。鄱阳湖是长江进入下游之前的最后一个蓄水池，如果水位继续上涨，对于长江下游的江淮、太湖造成的危害将不堪设想。因此可以说，守住了鄱阳湖，就是守住了长江下游城市的安全。说完了自然原因，我们再来聊一聊社会因素。第一个就是要谈一谈围湖造田。围湖造田就是将湖泊的浅水草滩有人工围垦成农田的活动。围湖造田之下，我国的湖泊面积迅速减少，800里洞庭变成了300里洞庭。据调查，湖北现存的湖泊面积为2400多平方公里，只有上世纪50年代的34%。全省大约1万平方米的湖泊217个，比上世纪50年代减少了一大半。千湖之省也变得名不副实，湖泊大量消失萎缩，造成涝无蓄泄之所，旱无阴灌之水，水害灾害就会明显增多。但这也是没有办法，我国的人口太多了，虽然幅员辽阔，但是西部大片地区是高海拔地区，我们需要更多的空间来发展，这是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第二就是城市建设。对于城市而言，地下排水系统规划建设是否合理，如何进行雨水分流、回收再利用，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城市在面临强降水天气时的抵御能力。城市排水管网根据道路的分布和走向进行铺设，最终和城市的江河湖泊相连。为了提高排水速度和效率，在靠近江边或者河边都会设有泵站，雨水通过泵站导入江河。但是排水系统整体设计标准低，排水能力差，管道老化等问题还是存在在很多城市中的。目前国内城市雨水管道设计重现期一般采用1到3年，大部分城市普遍采用1年重现期。所谓重现期，是指排水系统中设计暴雨强度2次出现的统计间隔。简单的来说，如果重现期为1年，那就是按照1年一遇的暴雨强度设计，
发达国家的重现期一般较高，例如美国各州都将排水系统的设计重现期定为100年，也就是能抵御100年一遇的暴雨。再加上国内大部分的土地都是由开发商承包建设的，受利益的驱动，开发商并不会将城市建设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放在重要的考虑位置，这就导致很多城市的地面渗水功能不好，通透性差，垂直下渗弱，就很容易形成洪涝灾害，被资本挟持之下，无暇顾及城市建设的内循环系统。以上从自然到社会的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导致了中国洪水灾害频繁，并且波及范围广泛。但是纵观历史，我们也可以明显看到，中国在水利建设和应急救援上取得的进步。98年武汉发生大洪水，全国人民驰援武汉，打响了保卫武汉的口号，无数解放军子弟兵上阵，用血肉之躯筑堤，用铁一般的意志与洪水搏斗。而这次同样是逼近30米的水位，但是武汉人民守住了，武汉的堤坝守住了，城市还在正常的运转。可以说这20多年我们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最后鸡哥想说，也许很多人觉得每次的洪灾好像都和自己无关，但是实际上这是泄洪区百姓的牺牲换来的。很多村子为了保全大局，都是主动开坝泄洪，让自己的田地和房子被淹。你的岁月静好，可能是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